各位好，今天我想来分享一下我自己在中国大陆境内购买二手海外 iPhone 的一些经验。那其实这背后还是一个蛮复杂的体系我也想了几天，我觉得呢可以把它分为要懂人和懂机器两个都懂的话呢，你就不太容易上当，并且呢和商家沟通的时候也比较顺畅因为大部分的这个专营的二手商贩还都挺忙的如果你是完全不懂的话呢，其实他卖一台机器，觉得跟你聊天付出的成本还不如把这个时间花到另一个人身上，那其实对你来说也未见得是一件好事因为有些好的二手的机器其实还是蛮难得且抢手的。所以呢，今天我也从两个方面来跟大家去分享一下如果你想购买一个二手的海外版的 iPhone， 在中国大陆境内有哪些需要注意和了解的点吧。那就像我的副标题一样我想也把它打在上面。我们先从懂人这一方面来去聊，因为懂人相对懂机器和懂行业还是稍微简单一点的那大部分呢，其实是需要你和一个陌生人打交道的时候，通过一些自己的第六感吧，去判断一下这个人大概怎么样需要有这样的能力。那我简单总结了一下能够非常快速的去筛选对面的这个商家的有这么几点。第一个呢，你可以去看一看他是一个个人卖家还是一个商户。那如果你要买的是二手的海外手机，我强烈推荐各位还是一定要找到商户去买，千万不要找个人去买。因为很多时候个人的卖家他的货源不是太能够保证，而且有很多小型的商户，很小的商户，或者是他其实也算不上是商户吧，但是希望在这个里面去稍微再赢些利一般我们正常去换掉手机，把手机二手卖掉，我们往往不太会以盈利为目的但是有些个人呢，特别是海外手机，他会想着我是不是能够赢点利这个盈利分两个方面。第一个呢是他在卖的时候，他的价格，二手出手的价格，他希望比他买的时候还要再多卖点钱或者说跟他买的时候持平他有这样的心理因为二手市场的价格还是有一定的波动的嘛，他本来买来的也便宜，对吧？所以这个跟你买新机二手卖还是不太一样的，它是可以做到多少钱买就多少钱卖，甚至如果他踩对了行业的那个峰值的话，他还能多卖一点的。那这是一种。其实还有一种是什么呢？就是他其实把这手机玩坏了，然后呢他想伪装成一个好的手机再给你卖出去，这个也是本着这个牟利的目的的。所以希望大家去找商家买，而不要找个人买，这个并不是绝对的，而是说商家呢，因为他的目的是为了多卖一些机器，他不希望从进货的地方拿来的一批海外的二手机器，他拿过来之后，他的最大目的是我把我拿过来这一批货要赶快卖出去，这个是他的核心诉求，而他不会把大部分的精力专注在某一台机器我能多赚个几十100的。但是对于个人卖家来讲不全是但是有些比较纠结的个人他就会觉得他全部的精力都集中在这一台机器上面，这样其实你聊的也费劲，你买到的其实也风险比较大，反而是这样。但这我只是指二手的海外版手机如果你买国行的，这个是另一回事，因为国行有大批量的都是人家一手买进的，然后用的时候也没什么问题，想二手卖，我觉得这个也挺好的但是如果你是海外版的二手，我就不建议大家去买这个个人卖家的了，还是商家的会比较靠谱一点，因为他主要的目的是把这台机器卖出去。那这就聊到这个，你跟这个商家沟通的时候，你要去看他是不是一个实话实说的商家。因为如果是大批量进货的这种比较大的这个商家呢，他往往这个机器是什么成色，有什么问题，那么他就标什么价格，那相应的价格呢也会有
过低的价格也会有过多的问题啊。比如说这个屏幕是换过的，那么它这个价格呢，一般就比没有换过屏幕、没有拆修过的肯定要便宜个千把块钱的。那这种情况下，如果是商家，他一般好一点的就直接在描述里面就写了这是瑕疵屏。而且会特别的拍出那个瑕疵部分的照片，有些有亮点啊之类的，它都会拍出来。这个价格呢就非常的便宜，很划算啊，你一看就想买，那就是看你个人咯啊。但是有一些呢，可能是你要问一问，特别是比较有规模的二手商家，其实我也不能说他偷懒，因为他机器比较多，他很难说每一台机器都给你拍照，然后针对每一台机器的成色去给你写描述，这个很难。所以他一般来讲都是一个统一的描述模板，上面给你列出来这样的机器多少钱，这样的机器多少钱。但其实这个价格也没有参考价值，它标的价钱也没有参考价值。最有参考价值的，你只能是通过点击我想要跟他聊天，你去问，提出你的需求，然后他给你报价。那甚至呢，他会把符合你要求的一些机器再单独的拍照片发给你，然后每一台机器是什么货源，是什么样的，有什么样的问题，他都会如实的告诉你。那像商家能不能做到这一点，其实你通过跟他去聊天，你是可以感知得到的。那这个时候就有一个问题，就是有些商家他是不那么热情，回复也比较慢的，但是有一些商家呢，回复的也快，对你来说你感觉上也比较热情一点。但是这个是否热情，回复是否快，态度是否好，往往不是决定性的因素能够判断这个商家的好坏。因为有些这个跟人的性格有关系嘛，人家自己开的店人家就是有些人就是耐心一点，想服务好一点，他就好一点；有些人就没那些耐心。往往来说，这个商家做的越大，他越没耐心。当然也有反的，如果做的更大了，他可能会专门请客服。这个在海鲜市场上还是比较少见的，专门请客服还是比较少见的。所以说，其实你跟商家聊天的时候，你判断他说的话是不是诚实，其实你就要通过问他一些问题，跟他聊的过程当中，然后看他是不是会主动的告诉你一些这个手机的一些问题。我两种商家都遇到过啊，像我之前有买过一台手机，就是屏幕上其实有一道蛮明显的划痕的，但是呢，商家在买之前没有告诉我，我也没有刻意的去，我记不得我有没有刻意去问了。我收到之后，它就是贴好膜的，贴上膜你就看不到划痕。但是呢，我那个膜坏了，我想自己换一个，然后我把那个它贴好的膜揭掉之后，我就看到了原始的屏幕上就是有一条不大不小的划痕，对吧？但我对这个二手机的成色还是能接受的，那就还好一点。但是如果你不能接受的话，像这种情况，你就让他拍照，要问问好。那我也遇到过非常好的商家，就比如说有些商家明明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的东西，他主动告诉我。那如果你遇到这样的商家呢，一般来讲，我个人的经验就是这应该算是一个比较可信的，就是你没有问到这一点，他主动告诉你了这个机器有什么样的问题，是吧？那这个应该还是不错的。因为对于商家来讲，他一旦有一定的出货量，他其实避免售后争端是他非常在意的一件事情只有那些小的商家才会专注在某一两台机器的这个利润高不高上面，真正大的商家都不会在意这个。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大家去买二手的海外版手机，去商家那里买反而比个人用户那边买而更加的靠谱一点嘛，这是我个人的一些分享啊。那如果你找到了一个商家，在跟他聊之前，你也可以跟他看一看他的交易记录和评价。那如果是商家，其实他有一些很明显的特征的，比如说你会看到他的上百条交易记录基本上都是海外版的 iPhone， 那你这一看明显就是商家。然后基本上商家他拍的那些图片呢，你可以看到都是雷同的比如说在手机的背面贴上一个标签，上面写的是什么亮机啊，什么有锁无锁呀，型号啊，序列号啊，都贴在上面。有些商家呢，把手机好几台拿在手上摊开，像扑克牌一样给你拍张照。像这种照片和描述呢，你大概率上能够判断他十有八九是商家了。但是最终还是要根据跟他聊天，还有你去看他一些的交易记录以及评价的这个好评的比例，来去判断这个商家是否靠谱。但是如果我们把
底线放的最低，如果你就想买一个二手的海外手机，在中国大陆境内，那我觉得你至少还是找一个商家会更靠谱一点啊。所以这个是懂人这一方面，我想跟大家分享的3点啊，就是找商户而非个人，还有看一下他的交易记录和评价。这个重点是要看交易记录，也就是说他是啥都卖呢？就如果是个人卖家，你会发现他啥都卖，就是自己的一些日用品什么他也卖啊。那如果是商家的话，他的交易记录里面就只有手机啊，这个可以判断出来。再一个就是通过聊天看看他的诚实度、可信度怎么样。这个不一定是态度好的就一定是不好的商家，这个态度好的并不一定货不好，这个就是靠大家自己了。因为二手手机不管怎么样都是有风险的啊，不可能像你去 Apple Store 官方渠道去买，你闭着眼睛买不可能买到有问题的。即便有问题，你想退想换想怎么样随便你啊，那14天之内还是可以随便你怎么搞都行的。但是这个就不行了，所以风险自己想好啊，但是风险与利益同在嘛，你去比较一些价格，你就知道它还是非常有吸引力的。更何况如果买海外版还能获得一些国行所没有的功能，对吧？所以这是我们去购买海外二手手机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当然可能有朋友会问说，哎，那我能不能买全新的海外手机啊？那行啊，那你就代购呗，是不是？这个也可以啊，要么代购，要么找朋友人肉带，要不您自己出去买。最方便的就是跑香港，是吧？去买一个，这个是最方便的。但是可以预见的未来，香港的手机基本上也会像香港一样逐渐的大陆化所以香港这条路呢，有需求的朋友尽量抓紧这个窗口吧这个窗口应该早晚会闭上的所以这个是关于懂人这一方面啊。那接下来就稍微复杂一点了，我们主要花多一点的时间跟大家聊聊懂机器（括号懂行业）。那懂机器大家都能够明白什么意思嘛？但是懂行业呢，我这里是特指你要懂手机的二手行业。你像我之前有10几年的在 Apple Store 工作的经验，其实我自己认为我还是有点懂行业的。咱们不在这个供应链里面做但是毕竟一直工作生活都围绕着它，所以对于这个新的手机还有这种行业的手机行业的动向跟走势，我还是有那么一丢丢信心不大，但有一丢丢但是呢，即便是我这种情况，我去买二手手机的时候，在我刚刚开始买的时候，也会发现有很多人家老板用的专业术语我从来没听说过。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就虚心求教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就是我在买最近一台刚刚买过今年刚买的一台这个欧版的这个手机，为家人买的然后这个卖家呢就非常好，他就主动跟我说，他说这个是一个资源机。我一看这3个字，我首先就懵了，因为在我的概念里面，我还完全不知道这资源机是啥呀，就完全不知道。我说我是不是赶快去 Google 一下去自己赶紧做功课。哎，这个老板也非常好，他直接就把这个相关的一些说明什么就打给我看，而且他还主动的把我要的这台机器的序列号通过那个他自己的微信小程序查好了，然后发给我，非常详细的。因为大家可能不知道就是如果你非官方的想去查到一些序列号，通过序列号你想查非常详细的关于这台机器的信息，包括一些渠道信息等等等等的，其实这个在二手行业里面是要收费的我问了那个商家，他说查一个序列号他要1块钱人民币但是其实这个商家他不但帮我查了我要买的我那几台备选机他都帮我查了，然后我还买好之后我还问他，我之前还帮家人买了2台机器，你能不能顺便也帮我查一下，对吧？他也花着1块钱的成本帮我查了。所以你看这种商家还是比较好，就是有些商家还是真的不错的那资源机大概是什么呢？我不一定记得很全，大家感兴趣的话你们自己去搜，这个都不难搜到。但大概就是说像这种14天退换货呀，或者是经销商没卖出去又返回来的呀，就是它在机器的成色上其实在二手机里面是最好的，就是机器的成色就是外观或者说卖相吧，就这意思它是最接近全新机的
啊，那可以说它是二手机里的皇冠啊。如果你挑成色的话，是这样子的啊，这个就叫资源机。所以类似的这样的名词，大家掌握的越多，你跟二手老板沟通起来就越顺畅。但是呢，就像我这个例子一样，你如果遇到好的老板，那么你哪怕有些东西不懂，他也会给你讲。但是我个人认为啊，你不能啥都不懂啊。那这样的话呢，我觉得人家老板可能也不太那么愿意跟你沟通。毕竟就是如果老板看到你大部分还是懂的，就是有这一点你缺失，人家还愿意帮你的。这是我换位思考之后啊，跟大家去分享我的一些想法。那么如果你想先懂一些基础的知识，那么最必要的，你就是要先知道各个地区版本的 iPhone 有什么区别。因为之前我有2段视频跟大家去讲了国行 iPhone 都少点啥，但是是不是你去买非国行的 iPhone 就一定能够拥有这些功能呢？也不一定。然而关于各个地区 iPhone 版本的区别以及关于有锁和无锁这个话题呢，可能需要聊详细一点，花的时间有点长，所以我打算再开一期视频吧，我们再好好的聊。我看现在已经10几分钟了啊，所以我先把这个查序列号或 MEI 号和对自己对二手手机的接受程度跟大家简单聊一下啊。那如果买二手手机的话，你可能一定会遇到像我最近遇到的那个老板那个样子嘛，因为我买的几台手机里面也只有最后那个老板才比较好啊，帮我查。那你还是要自己会查的。而你如果为了买个二手机，你还花钱去订阅一个收费的查询，这个其实还蛮麻烦的。所以其实你要有一些方法啊，最起码这个手机是什么地区的版本，是有锁无锁，你要自己去找一个网站，或者是你通过，我不知道国内你装一个像爱思助手啊这种东西，它能不能在你没有连接机器之前输个序列号就能查到更详细的信息。但是一般来讲，如果你找的是二手老板的话，你都能够请求这个老板帮你去查，然后你把机器的序列号的照片留好。那当你收到机器的时候，你只要核对一下序列号或者 IMEI 号，收到的机器确实是他发货之前给你查的那台机器，其实也就好了。我觉得也不是一定必要自己去查，因为我买的经验，我发现，我自己去查的话，其实必要性就不是很大啊，还不如让他们帮着查，除非这个老板他不帮你查啊，那你只能自己一定要去查一下了啊。那这个是序列号和 MEI 号，最后聊一下对二手的手机的接受程度啊，因为除非你说我海淘啊，或者是代购啊，或者是自己人肉出去带回来，那这个没啥好说的了。那么如果你不想每次都这么麻烦，而且你其实还想性价比高一点，少花点钱，因为毕竟现在国内的经济就大家都懂的，对吧？那如果能省一点，并且能接受二手手机，我觉得这不失为是一个高性价比又能用到好手机的方式。那么你就要能够接受二手手机的成色，因为二手手机一定都是会有一些正常的使用痕迹和磨损的。它不像你比如说你要买一个国行的二手，你大概率上是能够碰到一些个人的卖家，他真的就是自己用，然后从买那天就贴膜带套啊，那这种情况下，你买到的可能真的连个划痕都没有，连正常使用痕迹都没有，就像个新手机一样的。但是如果你买海外版的二手，这个几乎不太可能，除非你买资源机啊，那个价格呢也就直逼新机了，那也会跟真正的二手我们说的拉开蛮大的一段距离的，那就是大家自己去取舍了。那我还是觉得，如果您特别纠结外观的话呢，你还是放弃这条路吧啊，放弃自己，放了自己也放了老板们啊，因为你跟他去纠结，他也挺累的，你也挺累的，是吧？那既然知道自己是比较在意的，那你还是用其他的方法去买新机，或者干脆就用国行啊，也别想那么多了，根据自己的需求嘛。
但是我觉得大部分人，或者您如果是我的观众的话，我觉得大概率上还是能够接受二手嘛，因为毕竟价格是接近对折，甚至还要低，所以性价比还是蛮高的。那这种情况下呢，我的建议是什么？如果你第一次买这种二手的海外机，你也很难通过照片来去判断这个手机的成色、外观的成色到底怎么样。我觉得有一个最简单直接的方法，就是如果你住的地方有 Apple Store 的话，你到 Apple Store 或者是到任何经销商有这个出样的地方，这个出样你不能出的是模型啊，你一定出的是真手机，然后你去看一看。比如说现在正在卖的手机是 iPhone 15吧，你去看一个 iPhone 14或者 iPhone 13的这个样机，一定是真机啊。那如果没有出意外的话，你现在的时间点，2024年中的这个时间点，你去看一个 iPhone 14或13的样机，它应该已经在那展示了1年多2年了吧。那你去看一看那个样机的成色，你是否能接受？经销商我不太清楚啊，但是在官方的 Apple Store 我能够确认的是，所有的样机都是没有任何的额外保护的啊，不会贴膜，也不会带保护套。那这种情况下，就是裸机放在那边，供所有的顾客进来随意的把玩。那你想想看，这把玩样机跟把玩自己的手机，你只会更不在意样机，对吧？那在这种千人摸万人看的情况下，你再去看一看它的那个成色，如果那个成色你觉得你买回去你能不能接受？如果这个成色你能接受，我相信你一定能够买到性价比非常非常高的一台 iPhone 了。但如果这个成色你不能接受的话呢，你要么就还是买新机，要不然你可能只能选择我刚才讲那种像资源机这一种啊，就是外观基本上跟新机一样，但是呢，我觉得那个价格真的优势就不大了，那个基本上也就打个8折左右吧，啊，就是那我觉得真的价格就是性价比这一块就不太有了，好吧？这个就是我今天这个上半期本来没打算录2期，但是为了给大家还是讲清楚一点吧。我们还是分个上下集，所以下期呢，我会专注的给大家去讲一讲各地区的 iPhone 版本以及有锁跟无锁是什么意思。感谢各位继续关注，我们下期再见，拜拜。